起飛的地點可以是樹林，可以是雪地，也可以在沙灘，有時候還可以在陽台。看起來会有那麼一些雜亂，但是你的心跳速度總是會隨着這起飛的聲響不自覺地加快，因為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會是一場驚喜。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示範來的啊！如果砸在了行駛的車輛上的話，可能會出人命的，不應該在這種公路的正上方拍攝。但是從側面拍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不是什麼高手来的，狀況百出，所以我是沒有辦法給到你教程攻略之類的了。也許反面教材可以算得上是一份。我是5年前才剛開始用無人機的，那時候才是最可怕的。因為誤信了大疆的銷售，買了一台 FPV， 號稱是第一視覺的沉浸式體驗，要戴着一個眼鏡，裡面其實就是屏幕了，可以同步看到無人機所拍到的影像。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因為它一直在搖晃，這刺激是挺刺激的，刺激到我都忘记自己看到些什麼了，并且拍下來的畫質也不怎麼樣。白天還好一點，因為光線起碼還夠。從起飛到降落，全程都在冒汗。雖然銷售說了，你隨便撞，可以隨時換新，也有第三人的保險，出了事故保險會解決。但是這人肉也還是會痛的呀。算了，這種隨時要坐牢的事情，還是讓別人去做吧。所以我就把它賣給了另外一個同事，反正我們的關係也不是那麼的好。這第2台就完全不一樣了，光是拍照功能就比 FPV 要強個10倍8倍的。我是总算知道了，之前買那台 FPV 完全是自己傻，人家是一台競速飛機，用來玩心跳的，但是我要的只不過是一台會飛的照相機而已。新買的這一台 Mavic Air 就完全對了，它有自動的追蹤功能，還能夠前後避障。只是這個原理有點怪怪的，你要實現追蹤我的指令，但是你又只懂得前後避障，那不是逼得你要撞向左右兩邊嗎？事實上，最後它的退役真的是完全驗證了我這一個猜想。我就說了吧，被雨淋了都沒有壞，最後是被它所謂的自動功能給毀掉的。每晚的6點，我陽台會準時開啟自動澆花，根本不需要我操心。我是一個很懂得偷懶的人，人臉門鎖啊、計時監控啊、定時開關空調啊，還有什麼下雨自動關窗、廚房衣櫃定時自動紫外光消毒，我都設置過了，這樣可以節省時間，讓自己去做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情。Mavic Air 已經過了保修期了，說是維修還不如去買新的。剩下這一堆後備電池和配件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對付它了。還有就是，如果要買新的無人機，款式那麼多，我又應該選哪一款呢？好了，這透過高科技節省下來的時間，原來是可以用於去研究高科技的。這個，難道就是有意義的事情嗎？在陽台，雖然感覺樓距好近，景觀受限，但是升空之後，你的心情就會截然不同了。它就像是大地上面的一幅精美油畫，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組成它的顏色之一。如果沒有無人機，真的會以為這裡是沙漠，但是航拍的視角可以告訴你，不遠處就是海邊了，這裡只是長得像沙漠一樣的沙灘。
這些畫面是我用新買到的 Mini 4K 無人機拍下的，它號稱重量不到250克。在這個行李費快要貴過機票的年代，它真的是太懂消費者了。正在操作無人機的是老撾本地的朋友，這是他第一次飛無人機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擔心，畢竟價格比之前那台便宜了一半都不止。它同樣也能夠拍 4K 的視頻，只是少了一些自動的功能而已。但是便宜嘛，撞了心也沒有那麼痛。但是慢慢的我就發現它好像是有點近視的感覺。你看，现在太陽照到的地方就拍得很好，但是山腳下面的泳池，陽光被大山擋住了，它就拍得死黑死黑的。我在現場這裡看，光線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呀，難道我又得換掉它？換，必須得換！號稱傻瓜機王者的 Mini 4 Pro 來了，全方位避障，相機也完全不會近視，堪稱是完美。它還可以自動完成一整套的運鏡拍攝，價格只是和之前的第二台差不多。這加量不加價，甚至可以說質高價更低，不買的話就真的是傻瓜了。我是真的很喜歡航拍，它可以幫我用上帝的視角看清自己身處何方，它還能夠哄我高興。明明是在冰天雪地裡，冷到腳趾都快要沒知覺了，只想着要趕緊逃離。但是過後翻看這些畫面的時候，你就只會感慨說：哇，風景好美啊！明明在這裡因為高反引起的頭痛，我感覺自己都快爆炸了，但是視頻留下來的卻只是所謂人類足跡無法涉足的秘境。明明這裡都快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方了，路不通 ，GDP 又接近於零，但是我記得的卻只是它的安逸和祥和。從29樓的陽台，把海邊的風光都可以盡收眼底。我以為是站得高，看得遠，但是從外面看回來，我就更像是被困在了這些密密麻麻的小方格裡面。我有時候搞不懂無人機到底是要讓我飛得更高，看得更徹底，還是說它只是想讓我忘了我自己呢？高科技幫我節省出來的時間，說好了是讓我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的，但是那件事情應該不會是一直圍着它轉吧？我原來只是需要對付淋花、拉窗簾這些小事情，但是現在我要對付的是網關升級、網速提升、設備又換代，每天對付這些事情，我不是比之前更累了嗎？只能說，這無人機，這高科技，真的是要命。謝謝你的觀看，下期再見。